这是一款拥有顶级画质的游戏，无论是风景秀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沙漠，还是水下美轮美奂的拉斯维加斯夜景，都让玩家在探索途中忍不住停下脚步，去欣赏这个原始部落与钢铁巨兽交织的世界。尽管主角长得有些平平无奇，但他的剑术那可是足以碾压机械巨兽的存在，后期甚至能够御龙飞行。而游戏本身的剧情也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或许是生不逢时的原因，在这款游戏发售的同一个月里，出现了一位斗宗强者，掩盖了所有游戏的光芒，导致他直到现在都是不温不火。那么借这个机会，黄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这款画质堪称顶级的开放世界佳作《地平线：七之绝境》。由于本作的剧情紧接前作《地平线：灵之曙光》，不了解剧情设定的观众可以先去看黄魔上一期《灵之曙光》的剧情。故事发生在艾洛伊击败哈迪斯，阻止他发动生物大灭绝之后，作为9大子程序之一的哈迪斯，其作用就是一旦人工智能盖亚创造的地球环境不适合人类生存，那么他就会发动一场大灭绝，以便让盖亚重启生物圈。可一个神秘的信号却让哈迪斯倒反天罡，想要夺取盖亚这个管理者的控制权。为了阻止哈迪斯，盖亚只能选择自毁，并用灵之曙光计划负责人伊丽莎白的 DNA 克隆出了主角艾洛伊。尽管艾洛伊最终击败了哈迪斯，但盖亚的死也造成了地球化系统全面失控。随着植物枯萎，环境恶劣，万物将在不久后彻底灭绝。或许是和伊丽莎白有着同样的基因，艾洛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守护这个世界，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人工智能盖亚的备份，以扭转持续恶化的生态系统。然而经过数个月的搜寻，艾洛伊却还是一无所获。如今他唯一寻找盖亚备份的希望便是下方的山谷。就在此时，艾洛伊当初的同伴瓦尔却不请自来。自从在子午城决战后，艾洛伊便不辞而别。瓦尔这个证券小哥也是够义气，不远千里也要跟着艾洛伊助他一臂之力。为了让瓦尔不至于像看怪物一样看待自己，艾洛伊便给了他一个全息眼镜，而全息投影带来的景象对于瓦尔来说不亚于把牛眼泪抹脸上之后下一秒见到中微子那般震撼。随着二人向山谷内探索，他们竟然发现这里曾是一所发射中心。原来当初为了避免人类灭绝，可不仅仅只有伊丽莎白的灵之曙光计划，还有一个名为致远天顶的组织准备发射一艘太空飞船，跨越8.6光年的距离，前往遥远的天狼星系，建造人类史上第一个星球殖民地。致远天顶甚至还想带上灵之曙光这样的行星改造设施，一同逃离地球。可他们和伊丽莎白的关系不怎么好。根据艾洛伊的了解，这艘飞船似乎出了点爆炸的小问题，并没有成功抵达天狼星系，所以艾洛伊现在就只希望致远天顶能够争气一点，成功考走盖亚的备份。可当艾洛伊深入设施内部，才发现致远天顶非但没有偷到盖亚的备份，甚至还被人家反手塞了个360全家桶。眼见数月的搜寻无果，艾洛伊即将陷入 emo， 瓦尔立马想到了一条线索，那就是在子午城决战时曾与艾洛伊一同对抗哈迪斯的技术宅老黑赛伦斯。渴望知识的赛伦斯本就对当初的人类科技颇有一番研究，或许只有他知道关于盖亚备份的线索。无奈之下，艾洛伊只好跟着瓦尔回到子午城，追查赛伦斯的下落，顺带还能见见当初的几位老友。此时子午城的人们也早已将艾洛伊视为了心目中的英雄。当艾洛伊再次去检查插在哈迪斯尸体上的长矛时，一道红光却突然出现，并直奔上方的尖塔而去。直到这时，艾洛伊才反应过来自己被赛伦斯利用了。原来当初哈迪斯并没有被他彻底杀死，而是被赛伦斯通过长矛收入囊中。当艾洛伊爬上尖塔顶端后，赛伦斯也通过全息投影找上了他。要知道赛伦斯可是一个为了获取知识不择手段的人，他利用艾洛伊抓捕哈迪斯，是因为他想通过哈迪斯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比如盖亚备份存放的位置，以及导致哈迪斯叛变的神秘信号来源。而赛伦斯通过这段时间对哈迪斯的摸索，也终于撬开了对方的嘴。如果艾洛伊想要得到盖亚备份，那么就得前往西方禁地找他。艾洛伊也深知此行的凶险，西方之所以被称为禁地，是因为那里的环境相比于他们身处的东方，环境更加恶劣，机械兽更是无比的凶残，并且西方被当地的特纳克部落控制着大部分地盘，他们民风淳朴，个个都是勇猛的战士。加上子午城的前任太阳王不断对周边发动侵略战争，导致子午城与西方的特纳克部落常年处于战争状态。一旦艾洛伊擅自闯入，就会遭到西方部落的追杀。好在不久后，子午城的现任太阳王就要派人与西方部落展开和平会议，这也是艾洛伊顺利进入西方的最好时机。为了得到盖亚备份，挽救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艾洛伊在当晚与证券小哥瓦尔不辞而别，选择独自一人踏上西部禁地的旅程。一路上，他途经广袤的荒野，穿越贫瘠的沙漠戈壁，攀过冰雪覆盖的雪山，终于来到了东西方的边境。在这里，艾洛伊再次遇见了昔日的老友艾伦德，并且证券小哥瓦尔也追了上来。他可不想让人小看自己和艾洛伊的羁绊。无奈之下，艾洛伊只好带上他一同前往边境线参加和平会议。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和平。西方部落的叛军首领雷加拉突然出现在会议现场，在雷加拉看来，如果与侵略过他们的子午城和谈，那么就是通敌的行为。随之而来的就是雷加拉的身后出现了大量骑着机械兽的叛军。见到这一幕的艾洛伊当即就反应了过来，这一定又是赛伦斯在暗中协助叛军。有了机械兽加持的叛军可谓是势不可挡，无论是子午城的士兵还是西方部落，就像步兵第一次面对骑兵一样，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面对这种局面，艾洛伊只能亲自出手，仅仅只是一招，他便清空了战场上的大部分敌人，就连叛军手持护盾的勇士在艾洛伊的面前也只能沦为玩物。叛军首领雷加拉见自己的目的达成，也不再理会艾洛伊这个硬茬，带着叛军扬长而去。尽管这次意外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好在证券小哥瓦尔身负重伤，艾洛伊行动起来也不再畏手畏脚。他一路跟着赛伦斯留下的线
线索，并在一处遗迹之中找到了像是被掏空的哈迪斯。原来塞伦斯为了从其身上获取信息，竟然没有丝毫底线可言，强行给哈迪斯循环播放动物世界。本就是以毁灭为宗旨的哈迪斯，又怎么可能受得了如此生机勃勃的场面？此时他早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事已至此，善良的艾洛伊便让哈迪斯彻底结束了痛苦。塞伦斯也在此时出现，他已经让哈迪斯把能招的都招了，但除了盖亚备份的位置，他什么也不愿意透露。而艾洛伊身处的地方，正是用于测试盖亚的古代设施遗迹，也只有这里才有盖亚的备份。尽管不知道塞伦斯到底有什么阴谋，艾洛伊还是通过基因验证进入了设施内部。果不其然，他终于拿到了自己苦苦寻找的盖亚备份，甚至还是2个备份。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尽管有了盖亚这个主程序，但其下属的9个子程序却是1个都没有，相当于就只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好在目前还有希望，那便是当年盖亚自爆的时候，9个子程序便各自逃亡，分散在了世界各地，并且艾洛伊已经知道其中一个子程序密涅瓦的具体位置，只要先找到密涅瓦，就足以让盖亚重新拥有意识。依靠着盖亚这个超级人工智能，艾洛伊就能找到其他子程序，让盖亚重新恢复成完全体。与此同时，设施内发出了有人入侵的警报。原来塞伦斯早就通知了另一伙神秘人，并且这些神秘人的目标同样是让盖亚重生。艾洛伊实在搞不清楚塞伦斯这种反复横跳的行为，一怒之下，他干脆直接取下了塞伦斯送给自己的全息眼镜，一脚断绝了与对方的联系。下一刻，只有通过伊丽莎白基因验证才能开启的大门，却被这伙神秘人轻松打开。一个叫贝塔的女人率先走了进来，她竟然与艾洛伊一样，都是伊丽莎白的克隆体。在另外几个神秘人的命令下，贝塔畏手畏脚的上前，并取下了另外一个盖亚的备份。而这时，对方也发现了艾洛伊。这群神秘人身着略带中二的高科技服装，仿佛像是来自未来一般。在看出了艾洛伊也是伊丽莎白的克隆体后，他们并没有太过惊讶，甚至对整个灵之曙光计划都颇为熟悉。似乎对于这群神秘人来说，盖亚备份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带走了克隆体贝塔，只留下其中一个名为艾里克的壮汉来善后。尽管艾洛伊的剑术天下无双，甚至能够凭借肉体的强横硬扛艾里克的所有攻击，但弓箭这样的原始兵器，对于这个血条都不亮的壮汉来说，简直形同虚设。毕竟双方都是靠科技，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对方。为了不再耽误时间，艾洛伊直接一剑摧毁了设施，并跳进了下方的河流之中。在被河流冲上岸时，他仿佛看见了早已死去的养父罗斯特。定睛一看，原来是正确小哥瓦尔。当艾洛伊再次醒来，他已经被瓦尔带到了乌塔鲁部落的领地，盖亚备份也完好无损。在瓦尔的引荐下，艾洛伊结识了乌塔鲁部落的卓。这个部落祖祖辈辈都靠着被他们奉为大地之神的机械兽来耕耘和收获农田里的粮食，并且这些牛马机械兽每年都会前往乌塔鲁部落位于雪山的圣地进行年检。可在盖亚自毁之后，植物逐渐枯萎，导致他们的粮食收成一年比一年少。机械兽们也不愿再前往圣地年检，甚至开始变得疯癫易怒。而这个所谓的圣地，正是子程序密涅瓦的藏身地。幸运的是，乌塔鲁部落的卓还愿意冒着风险协助艾洛伊前往圣地，因为拥有正确之力的小哥连夜说服了卓，毕竟都是一家人了。于是卓便帮助艾洛伊顺利的进入到了圣地之中。而这所谓的圣地，显然就是用来制造和维修机械兽的古代设施。随着艾洛伊来到密涅瓦藏身的古代设施核心，将盖亚备份插入后，这个超级人工智能也得以重生。见到这一幕的瓦尔和卓对神的信仰仿佛有了新的认知，旧神已死，新神当立。如今盖亚复活，艾洛伊阻止地球生态系统恶化也终于有了方向。在盖亚的搜寻下，他们成功发现了其中4个子程序的位置，他们分别是负责调节气候的以太，控制水资源的波塞冬，主管培育地球植物的德莫特尔，以及负责设计和生产新型机器人的赫菲斯托斯。至于剩下的3个子程序，盖亚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痕迹。这时艾洛伊想起了那伙拥有未来科技的神秘人，而盖亚的回答则让艾洛伊震惊不已。原来当初那个让哈迪斯倒反天罡灭绝一切的神秘信号，并非来自地球，而是来自距离地球81万亿公里之外的天狼星系。这也就代表着当初支援天顶前往天狼星系殖民的计划非但没有失败，还顺利的完成了殖民，并向地球发送了神秘信号。而那群神秘人极有可能正是支援天顶的后代天顶人。俗话说得好，上了岸的鱼也就不再是鱼，而是极端的鱼。天顶人回来寻找盖亚，可能就是想把地球变为适合他们宜居的极端地球，所以艾洛伊势必会与他们一战。尽管艾洛伊拥有足以碾压天顶人的身手，但毕竟分身乏术，如果想要击败天顶人，就得利用子程序赫菲斯托斯来生产源源不断的机械大军，这样既可以扭转地球的生态系统，也能用来对抗掌握高科技的天顶人。但自从盖亚自毁后，赫菲斯托斯便制造了大量的机械兽来保护自己，就连他自身也已经十分强大。以盖亚目前的能力，只能先将其他3个已知的子程序融合，才能去融合赫菲斯托斯。如果强行融合的话，那么盖亚就会被反吸收。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后，艾洛伊也将这处圣地作为了他与瓦尔和卓的大本营，在未来他们也将在这里接纳更多的同伴。接下来艾洛伊则准备深入西方部落的腹地，前去抓回那3个已知的子程序，而他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负责调节气候的以太。可此时以太所在的古代遗迹早已成为西方部落的要塞，并且以太就在西方部落酋长的沙发下面。好在酋长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如果艾洛伊能够帮他做事，他就允许艾洛伊拿走以太。由于西方共有3大部落，酋长曾凭借试炼选拔出元帅，用来维持3大部落之间的团结。可之前叛军首领雷加拉却突袭了和平会议，导致酋长损失了多位元帅。如今只有再次通过试炼选拔出新的元帅，才能将3大部落的团结维持下去。而雷加拉势必会带领叛军再次袭击试炼大会，所以艾洛伊要做
做的就是帮助酋长选拔出新的元帅。在酋长的安排下，一名叫克塔罗的元帅也将在此期间协助艾洛伊。克塔罗在之前也参加过和平协议，凭借自身的勇武，他勉强让叛军骑兵给自己留了一手。如今拥有机械兽加持的叛军早已不是西方部落所能抗衡，而三大部落之中的天空部落则是被叛军打怕了。他们仗着部落有悬崖堡垒这样的天险，自认为叛军的机械兽不可能攻破城墙，于是准备死守自己的1亩3分地，甚至拒不配合参加试炼。在艾洛伊看来，这些原始人的无畏来源于他们的无知。艾洛伊直接掏出了一挺加农炮，没一会儿的功夫就炸塌了天空部落的豆腐渣天险。既然无险可守，天空部落就只能老老实实派人参加试炼。随着三大部落齐聚试炼场，新任元帅的选拔也正式开始。果不其然，雷加拉也派出了大量的机械兽前来袭击试炼场。西方部落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让艾洛伊驻守城墙。凭借过人的身手，艾洛伊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往横行无忌的机械兽，连大门在哪儿都还没来得及细看，就倒在了艾洛伊的枪林弹雨之下。见正面无法突围，叛军首领雷加拉立即派遣能够钻地的机械兽，硬是通过地下闯进了试炼场。但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艾洛伊通过数量引起了质变，庞大的机械兽在他的剑法面前瞬间融化。艾洛伊赶在雷加拉即将杀害酋长之前及时赶到，眼见大势已去，雷加拉只能逃之夭夭。而酋长也信守承诺，让艾洛伊搬开了自己的沙发，前往下方的密室，顺利取得子程序以太。而独臂元帅克塔罗也认可了艾洛伊的实力，决定前往大本营，成为他恢复地球生态的助力之一。并且大胡子艾伦德也不请自来，打算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帮助艾洛伊。大本营也逐渐热闹了起来。为了寻找第2个子程序波塞冬，艾洛伊没有停留，再次孤身一人横穿了广袤的沙漠，成功抵达拉斯维加斯的遗迹。令人惊叹的是，在这片荒漠戈壁的地下，竟埋藏着一座被水淹没的中国城赌场，散发着微光的全息投影，将水下的景象映衬得美轮美奂，仿佛置身于梦幻一般的仙境之中。当艾洛伊顺利取得波塞冬，并重启电力系统后，眼前的拉斯维加斯仿佛真的活了过来。赛博朋克一般的全新影像，加上朦胧的建筑轮廓，将整个地下世界照亮。古代拉斯维加斯的繁华，在崩塌许久之后，再一次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而艾洛伊在沙漠中认识的表演团，也准备在这里定居下来，并为路过的人们提供美食，还有昆特牌这样的娱乐项目。做完这一切，艾洛伊再次启程，前往西部海岸去寻找用来培育地球植物的德莫特尔。在这里，艾洛伊发现了一伙穿着打扮十分怪异的势力，对方还将艾洛伊称作野蛮人，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本地人。在让对方永久冷静下来之后，艾洛伊在德莫特尔藏身的设施内，终于发现了一个愿意友好交流的女人阿尔瓦。原来他们是来自大洋彼岸的昆恩族。昆恩族很早就利用起了古代遗留下来的早期全息眼镜，靠着这些全息眼镜，昆恩族早已从部落进化到了中世纪文明的程度。可由于他们的家园已经被恶劣的天气所摧毁，所以他们建造了一支能够远渡重洋的舰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关于古代的知识，从而学习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家园的技术。见阿尔瓦并没有什么恶意，艾洛伊索性便带着他深入设施内部。在阿尔瓦的协助下，艾洛伊很快便找到了德莫特尔。可这时昆恩族士兵却闯了进来，关键时刻阿尔瓦灵机一动，声称艾洛伊就是他们重生的祖先伊丽莎白。原来昆恩族的全息眼镜还处于世界毁灭之前的版本，所以他们一直都将伊丽莎白和那个导致机械兽失控，让人类的文化水平倒退至原始社会的法罗都当做了最崇高的先祖。见突然出现个活祖宗，昆恩族士兵只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并侥幸捡回了一命。艾洛伊也得以回到大本营，将盖亚提升到了足以吸收赫菲斯托斯的程度。而在这期间，盖亚曾收到过一串来自失踪子程序的求救信号。为了一探究竟，艾洛伊跟随信号员来到了一处雪山之上。令他意外的是，西方部落的叛军竟然正在与一个天顶人交战，而叛军在天顶人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但下一刻，叛军却掏出了一架特制弩炮，仅仅只是一发，便将天顶人那无解的护盾解除。失去了护盾的天顶人，就像失去了正确之力的女万豪，只能被叛军的长剑刺穿身体。当艾洛伊前去查看弩炮时，这武器早已自毁，看来又是出自塞伦斯的杰作。只不过这种能够破除护盾的武器，似乎还在内测阶段。随后，艾洛伊进入了附近的设施内部，虽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子程序，但却发现了躺在容器里的贝塔。贝塔正是那个与艾洛伊一样的伊丽莎白克隆体。原来贝塔早就受够了被天顶人当作奴隶一样对待，所以他将艾洛伊当做了自己逃跑的唯一希望，于是才利用子程序吸引艾洛伊前来相救。贝塔显然是赌对了，尽管天顶人派出了幽魂机器人前来阻拦，但在艾洛伊面前，幽魂机器人醉的就跟一张纸一样，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就这样，艾洛伊大摇大摆的将贝塔带回了大本营。由于长期被天顶人奴役，贝塔显然不善于和他人相处，在他醒来后，便立即表示可以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来换取艾洛伊的保护。天顶人的秘密也得以揭开，原来这些重返地球的天顶人就是1000年之前因支援天顶计划逃离地球的同一批人类。他们曾是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使用了各种高科技无限延长自己的寿命之后，他们得以抵达天狼星系，并在那里过上了载歌载舞的生活。天顶人是因为天狼星系的极端殖民地遭遇了某种自然灾害，导致他们被迫离开，这才选择重新回到地球。而在回程的路上，天顶人利用伊丽莎白的基因克隆出了贝塔，想要利用贝塔获取盖亚的权限，以彻底清理地球的所有生命，只为将地球改造成独属于他们的乐园。不过遇到艾洛伊，天顶人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如今他只需要找到赫菲斯托斯，就能横扫弱小的天顶人。然而赫菲斯托斯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随着他日渐强大，赫菲斯托斯早已将伊丽莎白的权限抹去，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到那
那个导致机械兽失控，从而引发大灭绝的罪魁祸首法罗。只有法罗才拥有更高的权限抓捕赫菲斯托斯。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法罗多半是活不了那么久，但他用来躲避大灭绝的末日地堡，一定还保留着他的权限。而那处末日地堡的位置就在古代的旧金山。事不宜迟，艾洛伊立即乘船向着大海另一端的旧金山赶去。当他来到末日地堡后，奎恩族早已先一步发现了地堡，并准备展开挖掘，以获取他们眼中法罗老祖宗的智慧。尽管艾洛伊和伊丽莎白顶着同一张脸，但这里的管理者是奎恩族皇帝的侄子，皇侄自称他是法罗的化身。而在奎恩族的认知里，伊丽莎白只不过是法罗的助手而已，所以这位皇侄并不是很在意艾洛伊的身份。好在他也愿意带着艾洛伊进入末日地堡。当他们来到末日地堡之中后，发现这个法罗不但为自己立起了雕像，以供后世的卧龙凤雏瞻仰，甚至还在地堡中秘密研究能够增加寿命的疗法。有意思的是，法罗还真找到了不再衰老的方法，只不过他的细胞会以远超常人的速度增长，这也就代表着法罗并没有死，但却变成了一坨类似癌细胞的物质。不信邪的皇侄非要进法罗的房间看一眼，结果出来以后心态炸裂，直接下令一把火点燃了堡垒。好在艾洛伊成功取得了法罗的权限，这位自称是法罗转世的皇侄最终也被倒塌的法罗雕像永远的留在了堡垒之中。只有艾洛伊和阿尔瓦逃了出来，而接下来就要展开捕捉赫菲斯托斯的计划了。为了提高融合效率，艾洛伊需要和贝塔一起带上盖亚前往赫菲斯托斯藏身的双子大干锅，并同时操纵2颗核心进行融合。可由于贝塔被天顶人折磨出了阴影，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大本营，他害怕自己会再次沦为天顶人的奴隶。为了激励贝塔，艾洛伊放出了养父罗斯特的全息影像，并耐心地告诉对方他们都是伊丽莎白的克隆体，并且从小都被流放和孤立。但与贝塔所不同的是，艾洛伊的勇气正是来自养父罗斯特如父亲一般的爱，也是因为这份爱让艾洛伊坚持走到了现在。所以艾洛伊也会像罗斯特保护自己一样去保护贝塔。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关怀过的贝塔心中那是感动不已，终于决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之后艾洛伊的同伴们为了不让天顶人发现，也选择倾巢出动，他们会分别前往各处遗迹发射脉冲，尽量给艾洛伊争取时间。一切万事俱备，艾洛伊、贝塔和瓦尔来到双子大干锅，开始对赫菲斯托斯进行融合，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盖亚也终于有了恢复地球生态和制造机械大军的能力。贝塔还将操控飞行兽的功能作为礼物送给了艾洛伊。眼看地球有了希望，但天顶人却不是那么好忽悠的，他们直接闯进了双子大干锅内部，随手一炮便将艾洛伊打倒在地。为了保护贝塔，正确小哥瓦尔被天顶人艾里克一刀贯穿了身躯，当场暴毙。贝塔和盖亚也被对方带走。就在艾洛伊命悬一线的时候，天顶人蒂尔达却背叛了自己人，将艾洛伊从对方手中救了出来。当艾洛伊从昏迷中醒来，他已经来到了天顶人蒂尔达曾在地球的豪宅。艾洛伊来到蒂尔达面前，质问对方为什么要救自己。闻听此言，蒂尔达拿出了曾被艾洛伊踩碎的全息眼镜，他声称自己通过这个全息眼镜看到了艾洛伊的一生，并从其身上感受到了伊丽莎白独有的正直和使命感。主要还是蒂尔达一直把伊丽莎白当成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当初他曾邀请伊丽莎白一同离开地球，但伊丽莎白为了完成灵之曙光计划，却拒绝了蒂尔达的请求，这也成为了蒂尔达心中最大的遗憾。在他与天顶人抵达天狼星系后，看到的却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文明。这些掌权者在拥有了无尽的生命后，整日沉迷虚拟现实，结果就是灾难来临后，他们又将目光重新看向了地球，妄图打造第二个属于天顶人的游乐园。蒂尔达也对这些肤浅的天顶人彻底失望。出于对伊丽莎白正确的爱，蒂尔达便对贝塔非常好，但贝塔身上却只有懦弱和恐惧。直到他来到地球，通过艾洛伊的一生看到了伊丽莎白的影子，蒂尔达这才下定决心帮助艾洛伊完成伊丽莎白曾经的梦想，拯救地球，以弥补自己的遗憾。无论蒂尔达出于何意，失去盖亚的艾洛伊也失去了对抗天顶人的资本，只能暂且相信对方的说辞。蒂尔达计划反攻天顶人在地球的临时基地，因为基地里还有着一个阿波罗数据库，里面正是现在的人们所缺失的旧时代知识。只要计划能够成功，他们不仅能够救回贝塔，还能实现伊丽莎白的梦想，重现旧时代人类的辉煌。而反攻天顶人基地的关键正是那个技术宅老黑塞伦斯。原来塞伦斯早就知道了天顶人会入侵地球，所以他一直都在秘密研发能够解除天顶人护盾的武器，并与西方部落的叛军达成协议。只要塞伦斯帮助叛军控制西方部落，那么叛军就会倾巢出动，带着成千上万的机械兽前去围攻天顶人的飞船。所以蒂尔达想等叛军和天顶人开战时，让艾洛伊趁乱潜入飞船去完成这项任务。但无论是西方部落也好，叛军也罢，到时肯定会损失许多的人，艾洛伊可不会眼睁睁看着西方部落就此牺牲。所以他想出了一个不用牺牲任何人的办法。要知道塞伦斯的目的可不是为了拯救地球，而是为了获取天顶人的知识。艾洛伊只需要击溃叛军，让塞伦斯失去进攻天顶人的资本，这样一来，塞伦斯就只能拿着破除护盾的武器乖乖与艾洛伊合作。有了应对的方法，艾洛伊先是回到大本营，与卓一起祭奠了死去的瓦尔后，他使用起从贝塔那里获取的操控飞行兽的能力，直接骑上飞行兽，向着西方部落疾驰而去。当他抵达目的地时，叛军已经带着无数的机械兽向西方部落发动了总攻。有了飞行兽的机动性，艾洛伊如同神兵天将一般，在战场投下了一颗能源电池，随着电磁脉冲扩散开来，所有机械兽全部瘫痪，战场形势瞬间扭转。接着艾洛伊直接来到了酋长面前，此时叛军首领雷加拉已经把酋长逼到了绝境。艾洛伊索性对雷加拉发出了单挑请求。虽然雷加拉曾是西方部落的最强战士，有点实力但不多，艾洛伊只是随意的跳上观众席，利用手长的优势巧妙对雷加拉进行火力压制。从未见过如此手段的雷加拉很快就
就被打得心服口服。艾洛伊也没有赶尽杀绝，而是饶过了对方。他知道雷加拉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壮烈的死亡是他最终的归宿，所以艾洛伊便让雷加拉加入自己的队伍，去面对更加可怕的天顶人。至此，西方部落的内战被彻底平息。果不其然，失去了炮灰的赛伦斯也只能选择带上能够破除护盾的武器，加入了艾洛伊的队伍。一切准备就绪，艾洛伊带上一路陪伴自己的朋友们，来到了天顶人的基地外围。天顶人则派出了数量众多的幽魂机器人前来阻拦他们。艾洛伊可不是毫无准备，他早就通过蒂尔达的帮助联系上了贝塔，并让贝塔在帮天顶人融合赫菲斯托斯的时候，将这个生产机械兽的子程序嵌入了天顶人基地的 3D 打印系统。仅仅只是片刻的功夫，基地便以远超所有设施的制造速度和质量，开始疯狂制造机械兽。双方的机械大军顿时战作一团，艾洛伊和其同伴也得以向着基地内部前进。而在途中，叛军首领雷加拉为了掩护小队，也如愿的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壮烈死亡。眼见外面乱作一团，天顶人也坐不住了，纷纷像阿飘一样从基地上方飘了下来。傲慢的天顶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依旧把艾洛伊等人当作蝼蚁。赛伦斯找准机会，直接将秘密武器扔到了天顶人面前。随着一阵能量波动爆发，天顶人引以为傲的护盾瞬间破灭，失去了护盾的保护。天顶人在顷刻间便被机械兽屠戮殆尽。天顶人首领见状，立即逃之夭夭，妄图回到基地启动飞船逃跑。见对方大势已去，艾洛伊和同伴们一拥而上，向着基地杀去。但之前那个凭借护盾让艾洛伊无可奈何的艾里克，却妄图依靠自己的高科技武器阻止艾洛伊前往基地上方。然而他的攻击对艾洛伊毫无作用，再加上失去了护盾，他也只能沦为艾洛伊手里的玩物。卓也出现在了艾里克身后，并用长矛刺穿了艾里克的胸膛，替他心爱的瓦尔报了仇。毕竟时间紧迫，艾洛伊也不打算隐藏实力了，他直接运用轻功，左脚踩右脚，向着上方飞去，很快便来到了基地最高处，并在这里解开了贝塔身上的束缚。为了探一探天顶人的秘密，他们接入基地的系统，果然发现了一丝端倪。原来天顶人并不是因为遭遇了自然灾害才回到地球，而是为了逃离一个名为涅墨西斯的能量物质，并且这个能量物质正在跟随天顶人一路向着地球追来。这时蒂尔达也将天顶人首领处决，意识到自己被骗的艾洛伊立即开始质问起蒂尔达这一切背后的秘密。原来天顶人自从实现了永生后，便早已不满肉体上的享受，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层次，竟然妄图将自身数字化，从而能够把意识上传到云端，以成为更加超然的存在。而这个涅墨西斯便是用来储存和管理他们意识的 AI， 可数字化的实验却失败了，于是天顶人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任由涅墨西斯自生自灭。可谁料涅墨西斯竟产生了自我意识，甚至从天顶人的记忆中获取了所有的知识。从那以后，被抛弃的涅墨西斯便逐渐开始对天顶人乃至人类都产生了恨意。由于涅墨西斯对天顶人了如指掌，所以他很轻易的就将殖民地摧毁，只有小部分天顶人逃了出来。随后他直接对哈迪斯发送了灭绝一切的神秘信号，并亲自从天狼星系赶来地球，只为将整个宇宙的人类赶尽杀绝。天顶人也不是为了霸占地球，而是为了拿走盖亚，并随便找一颗宜居的星球，然后利用盖亚给自己建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蒂尔达从一开始就知道涅墨西斯会清除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所以他只是想借他人之手清除其余的天顶人，并带着继承了伊丽莎白意志的艾洛伊一起飞向遥远的太空，从此携手相随，过上正确的生活。这也是为了弥补当初伊丽莎白死在地球上的遗憾。但艾洛伊又怎么可能答应他的请求？于是蒂尔达当即召唤出了最强的幽魂机器人幽魂主星，竟妄图强行带走艾洛伊。要知道艾洛伊一路走来，其实力早已可以碾压所有机器人。当蒂尔达亮出血条那一刻，也无疑是给自己宣判了死刑。此时赛伦斯也赶到了这里，他向艾洛伊坦白了自己正是从哈迪斯那里得知了一切，并且破除天顶人护盾的方法也是通过哈迪斯知道的。他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获得知识，尽管过程与自己的计划有些出入，但好在目的算是达成了。赛伦斯准备乘上天顶人的飞船，带着保留人类文明知识的阿波罗数据库去探索广袤的宇宙，也算是在涅墨西斯赶来摧毁地球之前，替人类保留一颗文明的种子。张北海看了直呼前进寺，毕竟一旁蒂尔达的尸体都还没凉，赛伦斯只能礼貌地邀请艾洛伊一同前往。艾洛伊则坚信自己能够找到方法去对付涅墨西斯，所以他果断转身投入了亲朋好友的怀抱。或许是这份来自人类纯粹的情感，又或许是他想得到涅墨西斯的知识。若有所思的赛伦斯也决定暂时留下来，去帮助艾洛伊他们解决眼下更大的麻烦。至此，艾洛伊也得以在涅墨西斯抵达前和同伴们享受片刻的安宁。我是修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